大胖媳妇儿非要教武大靖怎么滑冰，他向我们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出门在外，身份都是自己给的。大胖媳妇儿啊，我师傅教我滑冰的。几天前，大胖媳妇要去冰场教张大铁滑冰，我就约了一下我的朋友武大靖，我说你要是有空，你也来教教人家孩子呗。第二天到冰场了，大胖媳妇全副武装之后，在门口看到了武大靖。我就给他介绍，我说这是我的朋友大靖，我刚要接一句是奥运冠军，大胖媳妇已经开始了对话。我是大胖媳妇，我是来教我儿子滑冰的，你要是想学，我也可以顺道教教你。我说赶紧把麦给他带上，接下来的每一秒都要录下来。我这边说着，大胖媳妇已经开始批评武大靖穿的不专业了。如果你是这样，你可以有更好的。我先从这开始学。你的衣服太小显了，我没有专业的衣服。我的衣服好 ，professional， 好，看出来了，确实好。热身完毕，要拉着武大靖上冰，给人家整的有点尴尬，不知道上冰怎么表现。大胖媳妇以为他是害怕，拉着人武大靖说：“别害怕，我在。”手腕的朋友是我的朋友。是。上冰之后，大胖媳妇说：“我给你们展示一下什么叫速滑。张大铁、武大靖，别玩。看好了啊！我给你展示一下，请。哎呦，他真的滑起来啊！呀！哇！哎呀，厉害啊！然后告诉武大靖，这种刹车呢，你一时半会儿可能还学不会。但是张大铁、武大靖，我希望这是你的将来的样子。哎呀，我也希望我能像你滑成这样啊！好，加油！展示之后，大胖媳妇作为老师很敬业呀，告诉武大靖，你去滑，我看看你的问题。武大靖确实比较谦虚，不想折他面子，就说我就推着拿铁滑得了。然后武大靖就滑走了。大胖媳妇跟我说，滑冰最忌讳的就是怕摔，他扶着这个就是明显怕摔，我得赶紧追上去。说罢，大胖媳妇追了上去，发现还有点追不上呢。武大靖本来寻思就是跟我们玩一会儿，人等会儿还有事儿得走呢，没想到大胖媳妇要教会武大靖的决心如此坚决，说你今天必须要脱离扶车，独立滑一圈，别害怕，等啥时候你可以脱离手扶车独立滑了，而且我追你还费劲了，哎，那时候我就不配做你老师了。武大靖说好。这什么这是？耍他耍的，你对了。这属和咱家花的，他挺低点吧，帽子。低点。老铁啊，你是选你爸爸教你滑冰，还是我教你滑冰？叔叔选你。你以前会滑冰吗？爸爸教过我，但是我忘记了。哎，对，忘了就对了，都忘了啊，就重新教你。滑完冰了，武大靖也走了，谢谢师傅。大胖媳妇在更衣室换衣服，我说人家是奥运冠军，你尴尬不？一点落红不玩的。这外国人有时候太有仪式感了，我受不了。我前日参加了一个脱口秀综艺的比赛，比赛期间大胖媳妇就带着我俩孩子去加拿大了。我婆婆这一家就问张大铁我啥时候决赛，张大铁给我打电话问我，当时决赛早都录完了，我说9月12号播出，但是妈妈偷偷告诉你我不是冠军。大胖媳妇把偷偷听成了 totally， 就是全方位的绝对的。然后大胖媳妇告诉温迪9月2号比赛，张彩玲是 totally 的冠军。我家的谣言就是这么击鼓传花产生的，但这也没啥，我其实8月份就比完赛了，8月末俩孩子回来了，我给早达办生日派对，我这边领着孩子出去玩呢，回到生日 party 的房间的时候 surprise， 一家4口齐刷刷出现在了我面前，给我吓得不光给我吓一跳啊，加拿大来了4个英语人。我说你们怎么来了呢？他们说9月2号一定要去总决赛现场给我加油打气，在你重要的时刻全家必须都来，仪式感。你说谁胖着？你们不比他胖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我说谢谢，但是比赛确实是在20天之前进行的。温迪很失望，但是失望马上就过去了，又说那2号看你比赛看不了了，但听说第2天不是有个大盛会吗？我说那个你更进不去。布莱恩说以我的名气也不行吗？那还能拿啥撵我呀？大胖媳妇说拿啥撵你？所以莫名其妙他们就来了我家，我正好要回沈阳有点事儿，他们也就跟着来了。虽然全家来给我加油这事儿没实现，但是不影响快乐，啥事儿依然非常有仪式感。第一天就去了沈阳故宫，为了好好领略故宫，他们还找了一个导游，这个导游用中文导的非常认真，但是他们听不懂。温迪还是既然来了就要把故宫的底蕴摸透，架势得摆足，忍痛给每个人租了一个英文解说耳机，孙子孙女也是一样的待遇。可怜了张大铁，人家本来听导游解说听得明明白白，扣上这耳机全懵了。听完一圈，温迪问张大铁你都听明白了吗？我一句都没有听懂，说全是
英国话，英国话。温蒂才意识到弄巧成拙了，大家就都开始对张家铁的境遇表示遗憾，纷纷来抱他。这里头最能听懂话、最有文化的是翟耀达。翟耀达最近学习兴趣特别高，学而思学习机功不可没。翟耀达有啥不会的，能找 AI 小司随时问。更牛的是，学情诊断给孩子学习情况摸底，再搭配精准学的精准练，从吃力到学会，帮孩子把知识点牢牢掌握。故宫完事除了吃饭，吃的是烤鳗鱼，烤活鳗，那鳗鱼太新鲜了，上来嘴还冻呢。这帮人又开始仪式感了，说不忍心对这么一个可怜的鱼下死手，太残忍了，开始为这条鱼祈祷。当然是得了。但是仪式感是仪式感，丝毫不影响吃。头一秒说太残忍，下一秒卡卡造。这里头最事儿的永远是温迪，说不应该这么吃鱼。第二天去泡澡，澡堂有鱼，温迪还不依不饶，让这些昨天残忍吃鱼的人给鱼道个歉，然后说你们就自求多福吧，残忍的人容易倒霉。这帮人在澡堂子里一起给鱼道了个歉，样子还挺虔诚的。道完歉，布莱恩就来跟我说，我饿了，晚上还想吃烤鳗鱼。温迪说，你们这群吃活鱼的恶魔会遭报应的。你别说，温迪说话还是很准的。1分钟之后，报应来了。我婆婆这不是回加拿大了吗？回去之后就跟所有家人安利中国有多好。现在我婆婆、我公公、我2个小姑子都在申请年假，今年夏天要一起来。他们首先被我婆婆安利的就是中国的搓澡文化。有一天晚上在铁岭，俺家所有人说这搓澡。温迪本来想拒绝，但一看俺家人的架势，怕挨打，最后只能从了。但走之前他说，去搓澡也行，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取一下我的泳衣。我以为他逗我们玩呢，结果人家真的穿了一套连体泳衣就去搓澡去了。上了搓澡台，搓澡时候啪就打他一下。你说你洗个澡怕人看？温迪说，难道不就洗澡应该怕人看吗？那我洗菜的时候也不怕你看呢。搓澡师傅把我叫过来让我翻译说，那你说像他这个情况，我是搓2遍还是搓4遍啊？温迪说，搓可见面，搓可见面。然后搓澡师傅就开始搓，一边搓一边说，你这个票啊本来是带奶搓的，但你说你穿的挺乳糖不耐受的，我也没法往你身上倒奶呀。你说那我收起来了啊。温迪噔家坐起来了，所以这个奶是给我的。搓澡师傅说，对呀，那你也不能搓呀。温迪说，对呀，但是我能喝呀。翟耀达过来，咱娘俩一人一袋，来给奶炫一个。翟耀达还挺感谢他奶奶，说谢谢奶奶给我一袋鲜奶。奶奶，你是因为想让我长个变得如此慷慨吗？他奶说，你想多了，奶只是一个巧合。如果我的门票带的是醋搓或者盐搓，我更给你；除非我带的是酒搓，那我就自己喝了。搓完澡，温迪基本就放飞自我了。之后到了洗浴中心2楼，就彻底迷上东北搓澡大套了。我说温迪，2楼这个是自助餐，你别不好意思。但是呢，反正这儿的自助餐就这水平，没啥好吃的。没想到温迪十分激动。我找了整整30天的中国美食，我在加拿大每周末攒钱去买的中国美食，我来到中国居然没有，我差点都放弃了。我准备回加拿大吃去了，今天居然在这儿找着了。不是啥呀？你说蛋炒饭呢？我以为你们中国人1天3餐都吃炒饭，难道不是这样的？你说自从1979年的春天就不是这样的了，就不是这样的。温迪非常懊悔呀。刚才楼下袋装奶喝顶了，早知道有这么好的菜，我喝了3块5那玩意儿干啥呢？翟耀达说，奶呀，那个奶和这个饭指不定谁便宜呢。然后在自助餐区，温迪展现了自己作为奶奶虽然爱孩子，但坚决不溺爱。这自助餐区它有冰激凌，但是它收费。温迪想来想去，给自己买了一个，被拿铁要走了，温迪就又买了一个。然后拿铁这个自己吃一半的，看奶奶有新冰激凌了，又去管奶奶要新的，上来就要啃。温迪，拿铁张穆赫兰，你已经2岁了，你应该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但是啃老这一趟跟我绝对不好使，不信你问你爸去。拿铁气的表示非常不服，要赶紧长大好跟他奶抢。我说那就没办法了，你想靠爱绑架你奶不太可能，想决斗你只能长高点。春天都到了，我们领拿铁翟耀达出来玩，晒晒太阳动一动，抓住黄金期长一长。主要是下一次奶奶姑姑们大部队都来了，他俩不高点都抢不着冰淇淋。迪巧刚上线了一个亲子飞盘游戏，运动成长飞起来挑战，你们也快加入吧！不光动得多，还得吃得好，回家都吃点有营养的，再来点迪巧小黄条 K2 钙，独立包装更卫生，进口钙大品牌，值得信赖。现在加拿大那边一家人都很激动，都要来铁岭整大套。我当时一听脑袋嗡加一下，哎呀妈，这老多人！但是大黄媳妇的回答非常明确，你们来也行，但是家里不够住，你们得在附近找酒店，大概一晚上一个屋500，你们做好预算。我公公一算，这开销也太大了。温迪邪魅一笑，老公，我跟你说那个炒饭天堂带包宿，搓完可以睡68一晚上，还给牛奶，而且炒饭随便吃。她老公说，谁跟你一样人？谁爱吃你那便宜玩意儿？人家我爱吃炒面，爱吃炒面。